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信。最近身边几个朋友都来问我啊，现在买手机还有啥性价比高的吗？我一查，国补也没了，新机价格一个比一个贵。那咱们不如换个思路啊，从二手手机市场挑真香机下手，钱要花在刀刃上。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波按预算推荐的高性价比二手手机清单。前排提示：二手手机市场变动较快，价格仅供参考。1000以下我推荐这3款啊。第一款红米 Turbo 3，1000块不到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一个成色很好的红米手机啊。骁龙8S 的性能在这个价位简直就是乱杀，性能好，质感不错的同时还有护眼的高刷屏幕，而且相对比较轻薄。甚至我曾经很心水的这个哈利波特特别版啊，现在转正上95星的价格也只需要900多。而现在900多能买到什么新机呢？我看了一眼啊，只有一些性能差、做工糙、屏幕素质差到离谱的机器啊，日常的卡顿不断，根本谈不上什么体验。相比较之下啊，如果你追求性能、屏幕、充电，又刚好卡在1000元这个预算啊，那红米 Turbo 3的二手价格确实很香啊，它可能没有 IP68 防水或者旗舰影像，但在核心的体验上完全是吊打同价位的新机的。而如果说你只是需要一个备用机，推荐一个 iPhone SE 3也很香啊，同样是1000元不到。A15 的芯片依旧能打，苹果的生态 ，iOS 的高质量软件，护眼的 LCD 屏幕，实体 Home 键，一按就解锁，失手也不慌，都是它和其他手机最大的区别。轻薄小巧，手感很棒，颜值也很高，夏天用起来特别舒服啊。4.7寸屏看着虽然小啊，但单手用起来特别顺手。当主力机的话可能有些憋屈啊，但当备用机反而成了优势啊。它比较适合全身档用来借网，上班族想接打电话，或者双机档用来输验证码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。如果担心续航问题，可以在转转上筛选电池健康度90%以上，或者更换过电池的机器啊，这样续航还能够更持久。现在转转上95星的机器只要900就能拿下了。第3款红米 Note 12 Turbo， 刚刚发售的时候就凭借超高的性价比斩获销冠啊，现在二手的价格也来到了1000以内啊。双扬声器，高刷，骁龙7+，5000毫安时电池，比同时期老大哥 K 系列还要窄的边框啊！讲真，如果预算卡在800块上下，想找一台性能、屏幕、续航、存储都均衡的不像1000元机的6边形战士，那现在不到800块，在转转收一台12+256的95星的红米 Note 12 Turbo。性价比简直高到离谱了。如果你需要大存储，也可以加点钱上1T 的顶配，它算是目前唯二的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内存手机了。而另一款大内存手机就是隔壁的真我 GT Neo 5 S1 了，同样也是这个价位很难打的选择啊。现在16G 加1TB 的顶配在转转上只需要1100块，对于需要存放大量学习资料的朋友来说，简直是太合适了。性能上，它和红米 Note 12 Turbo 算是孪生兄弟了。同样的骁龙7+Gen 2处理器，原神稳如老狗， 1.5K 分辨率的屏幕，144赫兹高刷加持，就是屏幕护眼稍微弱一点啊。2160赫兹 PWM 调光，但日常应用影响不大。当然也有取舍啊，塑料机身质感一般，但我想你们买回去应该都会带壳的吧。那上到了1000这个价位啊，如果你比较注重屏幕，那我非常推荐红米 K70， 它拥有同价位最好的屏幕显示和护眼效果。相比于 K80， 它的背板设计也更加简洁利落，看起来更加大气耐看，拍照也完全够用啊，日常记录生活毫无压力。骁龙8 Gen 2金属中框，120瓦快充，屏下指纹，一应俱全，称得上是一台几乎没有短板的水桶机了。关键12+256二手价格只需要1200出头啊，相当于用5折价买到去年准旗舰的体验，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。要是你预算卡在1200左右，又想找一台痛快玩游戏的手机，iQOO Neo 9同样也值得考虑啊。现在95星 12+256G 在转正上只需要1250就能拿下了，同价位的新机还在用骁龙7+Gen 3呢，性能差2档不说，散热和游戏优化更是没得比啊。骁龙8 Gen 2的性能释放更加激进，主流大型游戏依然能够稳定高帧运行，尤其适合原神、星铁、吃鸡这类吃配置的手游党啊。橘子系统的流畅度也一贯在线，配合优秀的散热和游戏优化，整体的体验非常爽快。双扬声器、大电池也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可以这么说，它是学生党预算有限又想流畅玩游戏的首选啊。要是你更加看重续航、日常流畅不发热，或者想给父母长辈找台省心耐用的主力机，那 iQOO Z9 Turbo 可能是比 Neo 9更好的选择啊。尤其是现在95星 12+256G 在转正上同样也是1250元就能拿下，它搭载了更低功耗的骁龙 8S Gen 3处理器啊，再配合6000毫安时蓝海电池，续航表现非常强劲啊，再加上独显芯片 Turbo 和 UFS 4.0 闪存，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轻重度游戏都足够流畅。相比于 Neo 9，它更偏向全面均衡，是一台更水桶的选择啊。现在做自媒体和直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啊，而苹果的视频能力早已被无数的主播验证过。如果你也打算开直播或者拍视频，iPhone 11 Pro Max 无疑是这个价位中兼顾拍摄和直播的最佳选择了。后置3摄，4颗摄像头都支持 4K 60帧视频拍摄，画质清晰，防抖也很优秀啊，视频素材直接拿来就能剪啊。
虽然新机早已停售啊，但是现在1400左右就能在转转入手一台成色不错的95星机子了，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工具啊，或者当做主力机也很实用啊。如果觉得它太重，也可以看看同样价位1000出头的 iPhone 12，机身更轻，握持更舒适，也是当下主流的直屏，支持5G，日常直播、短视频拍摄或者当做主力用机，只玩一些轻中度的游戏也完全够用了，是一款更轻巧的全能选手。我们预算再提高一点，来到2000左右啊，首推一加 S3 Pro，6100毫安时的大电池配合100瓦的快充，续航妥妥用1天，连开5国应用再切回游戏都不卡顿。0916的大尺寸马达和超薄指纹，只要你能够接受曲面屏啊，而且不是特别在乎影像，这就是一台花小钱办大事的准旗舰机，水桶到不能再水桶了。这台机器我已经给身边朋友推荐了好几台了，真的是好评如潮啊！而且在转正上1800元这个价格买到的，还是能够长期当主力的95星 16G 加512G 的配置啊。其实预算2000左右啊，已经能够买到很多主力级手机了。不论你是游戏、续航还是拍照控，这个价位挑对了，真的挺香的。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懂数码，又害怕踩坑和浪费时间，那么买二手机，我建议大家都去转转看看啊。他们家每台手机都有真人官方验机报告、7天无理由退货以及1年的质保。而且转转呢也是大品牌，总比去其他二手平台费时费力各种比较来的舒服很多。并且呢，转转会给每一台手机出质检报告，屏幕有无划痕，手机有无拆修，电池健康度如何，甚至充过几次电都一目了然。他们家创新的采用了数字加字母的双重定级方式啊，用数字区分外观成色，用字母区分功能。S 和 A 等级是功能完好且无维修记录的原装机器 ，B 等级是原装电池电量在80%以上或者仅换过电池的机器啊。95星 A 级就能买到屏幕功能正常、外观成色完美、电池健康度90%以上的原装电池手机了，非常适合自用，价格也很有性价比啊，我个人也十分推荐。接下来继续2000档，如果说你不喜欢曲面屏啊，那我推荐 iQOO 12，素质不错的144赫兹护眼直屏，加上激进的游戏调教，个人推荐上白色的玻璃背板啊，实际的质感非常棒，相比素皮散热更好，5000毫安时电池和120瓦以及骁龙8 Gen 3，妥妥的游戏神机啊！二手的价格更是来的冰点啊！现在转正上95星 A 级成色16加512G，只要2400就能拿下了。无论是主力机还是游戏机，我都很推荐。小米14目前16加512，二手价格在2000出头啊，性能顶，手感好，拍照也很出色，销量高，配置高，颜值高，它是小米阵营中非常均衡的小屏旗舰啊。搭载骁龙8 Gen 3，性能强劲，日常使用和游戏都毫无压力。徕卡影像系统加持，拍人拍景都有质感，还有 IP68 无线充电，该有的一个都不缺啊！整体非常适合喜欢小屏手感又不想在体验上妥协的用户啊。再来一个是 iPhone 13 Pro 和 iPhone 13 Pro Max， 作为第一款支持高刷的 iPhone 啊，屏幕观感更加顺滑，整体的使用体验提升明显。搭载 A15 芯片，性能依旧强劲啊。日常使用、拍照、游戏都很流畅。现在转正上95星，价格只要2000出头，性价比可以说直接拉满了。如果你不是重度手游用户啊，这台手机再战5年完全没有问题，稳定、省心，还能享受完整的苹果生态。那这个价位最后推荐的是一款比较水桶的机器啊，荣耀 Magic 6，年初上市卖4699，现在二手价格直接腰斩，再打骨折，来到1900啊。但该给的旗舰体验一点没有打折啊，四面微曲加灵动胶囊加后盖波浪纹理啊。金属中框加5500毫安时大电池，加鹰眼单反级摄像，加骁龙8 Gen 3，正面思维曲面手感很好啊。除了品牌喜好见仁见智，它几乎是这个价位水桶机的终极形态，适合那些想要啥都有不折腾的用户啊。上了3000这个价位啊，和2000档就已经拉开了一定的差距啊。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追求一下影像表现和整机的质感了，不再是只追求性价比，而是追求更全面、更高级的使用体验。这个价位呢，我只推荐各位上老款旗舰，现在的性价比简直爆炸啊！第一款 OPPO Find X7 Ultra。OPPO 去年的顶级影像旗舰机啊，2K 高素质高亮度屏幕，哈苏联名双长焦主摄，1英寸的 LYT 900主摄，至今仍是夜拍神器啊。对比 Find X8 Ultra 也依旧不落伍，后者虽然换了更新的处理器啊，但主摄缩水成1.4英寸的 LYT 808，暗光的纯净度肉眼可见差一截啊。长焦镜头参数看着没有变啊，但算法优化还是老旗舰更加成熟啊。而且它的外观设计也极具质感啊，手感扎实，辨识度极高。经过这1年多的持续打磨进化啊。ColorOS 系统的整体体验也更加成熟流畅。去年我上手体验后就印象深刻啊，而现在正是入手这台影像旗舰的最佳时刻。首发6999的机器啊，1年后腰斩到3200，而 Find X8 Ultra 同配置还要接近6000呢。所以说现在买既能享受旗舰配置，又不用承担首发的溢价了。当然，小米14 Ultra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，它的2颗支持长焦微距的镜头，很好的弥补了上一代小米13 Ultra 在焦段覆盖上的短板啊。
实用性和玩法都更加丰富了。徕卡影像风格独具特色，相比哈苏各有千秋，整体的成像水准可以说是同价位几乎没有对手啊，而且还有可变光圈这种黑科技啊，而且现在在澎湃 OS2 表现也比较稳定流畅了啊，使用体验也很成熟。综合来看，它也是这个价位影像表现最突出的水桶旗舰之一了，尤其适合喜欢用手机记录生活的朋友啊。现在转转95新价格已经来到了3300，热爱摄影的朋友啊，现在可以入手了。那今年爆火的小屏旗舰 vivo X200 Pro Mini 也不能错过啊！天玑9400正面芯片配合 vivo 的狂暴调教，原神虚拟跑图稳60帧，毫无压力。拍照上有蔡司超级长焦加持，187克的机身塞下5700毫安时的电池，再配合90瓦的闪充以及30瓦的无线充电。另外它还有 IP68 的防尘防水，精致好看实用的小屏手机，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。现在转转95新的价格只有3500，尤其适合通勤挤地铁的上班族，旅行轻装档，夏天短裤兜里揣着它，走路都带风啊。另外三星也可以考虑啊，三星 S23 Ultra 的转转价格也来到了4000以内啊。三星作为高端旗舰，安卓机皇是毫无争议的。IP68 防尘防水，独一无二的 S Pen， 超级清晰的10倍光学变焦，屏幕显示效果顶级啊！方正的外观，质感拔群，非常适合有写字需求的商务人士。接着到了4000这个价位段啊 ，vivo X200 Pro 传奇耐黑王，现在二手价格来到了4200，水桶旗舰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啊。拍照好是它最大的优点啊，长焦镜头的表现非常不错，支持3.7倍光学变焦和最高50倍数码变焦，它的长焦真的超级能打，甚至能和今年友商的 Ultra 旗舰媲美啊。主摄虽然从上一代1英寸传感器变成1.28英寸啊，但实际的表现依旧出色。就算是和目前的一些 Ultra 进行对比，也是打得有来有回。处理器是天玑9400，目前依然是第一梯队的性能表现。屏幕方面采用了6.78英寸全等身 V4 曲屏，支持120赫兹 LTPO 自信率刷新率和2160赫兹 PWM 调光，峰值亮度高达4500尼特啊。此外，它还具备了 IP68、IP69 防水防尘等级啊。另外，它的老大哥老旗舰 vivo X100 Ultra 现在的价格比它还低一些啊，只要4000就能拿下了啊。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啊，我建议上摄影配置更好的 vivo X100 Ultra， 拍照更好，焦段更全，即便是放在当下啊，它依然是最强拍照手机之一啊。今年的 vivo X200 Ultra 确实很强啊，但那个镜头实在是太突兀了。我个人觉得还是 X100 Ultra 看起来更加协调啊，并且我认为新款影像能力提升是比较有限的，比老款可能就好那么一丢丢。90分和95分的区别吧，而 X100 Ultra 在价格上省钱太多了。另外 iPhone 的话，4000出头也能拿下 iPhone 14 Pro Max， 有着灵动岛加持了它。现在光看外观的话，和新款几乎是分不出来的。此外，它还新增了全天候显示、车祸检测，摄像头也升级到4800万像素，支持 Pro RAW 格式拍摄，质感与耐用性兼具，性能也是足够强悍了。同样，再战5年不是问题，关键是4000多就能拿下，真的太香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我整理出的一些目前二手价格非常划算、使用体验依旧出色的手机，希望能够帮到正在选手机的你啊！如果大家有其他性价比高的机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讨论。无论是主力机还是备用机，这些型号我觉得都挺香的，很值得入手。最后再次推荐大家去转转购买数码产品啊！点击评论区蓝色链接，或者上转转搜索口令“大牌补贴”，领取最高1000元优惠券。转转是大品牌啊，靠谱，性价比高，省时省力又省钱。希望本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么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。